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走进天津卫视的大型情感节目《爱情保卫战》。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。广电5G192全新号段，全新体验，让爱相连。来看看今天我们请到的几位情感导师是谁？他们是情感导师于波红老师，欢迎；情感导师周小鹏老师，欢迎；情感导师雷鸣老师，欢迎；情感导师陆琪老师，欢迎。来了解一下这对嘉宾的基本情况，请看。我们从认识到结婚已经4年了。结婚前，我觉得我老公是个特别好的人，脾气好，性格好，对所有人都好。但结婚后，我觉得他的好却成了我们这个家庭的负担。他特别喜欢借别人钱，甚至还人傻钱不多的去替别人担保，最后自己还不上，还要我来帮他补窟窿。他对于钱一点概念也没有，对于未来也没有任何规划。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和他过下去。有请这对夫妻，有请。男嘉宾马先生29岁，来自陕西，自媒体；女嘉宾马女士30岁，来自江苏，英语老师。有请两位，有请。欢迎两位，欢迎两位。主持人，借我200块钱呗。您说什么？我耳朵不太好。哎呀，怎么这样？那你可不行啊！你没我老公好呀，借钱都不愿意。我跟你都见过一面，你都见过我，咋不愿意给我借钱呢？人家主持人为什么要莫名其妙借你钱啊？那你也知道主持人莫名其妙借我钱啊？厉害，这老师，你看，上来先情景演绎，这是你老公干过的事儿？那肯定啊，我们俩是属于游戏奔现。结婚之后，他原来不只是对我好，他对所有人都好。对陌生人都好，比如说我们游戏好友，可能只跟他打过1把游戏，别人开口找他借200块钱，他就借。不是，那是因为我们已经玩了一段时间了。那我觉得这个人跟我玩的时候特别开心。你认识别人吗？但人家现在有困难呀，当时说的就特别好，我也不知道他会不给我还。哦，那你还能再借一次。有一个男生能开口借50块钱，我都跟他说了，我说一个男生找你借50块钱，那肯定是没有钱还的你的呀。确实借了哈。啊，借了呀，然后50块钱借了。比借我一下，你把你的游戏 ID 号给我一下，我加你好友。赵老师，我帮你记下来吧，您告诉我。反正就借了，对吧？对，50你也借，200你也借，这是250啊。对，那是250啊，确实呀。我请问一下，你借多少钱给你的游戏好友了呀？借了多少钱？说。4、5千块钱吧。4、5千块钱是小钱吗？问我呀？对，我问你，就是我口袋里连50块钱都没有的人，当然是大钱了，怎么是小钱呢？这还要问我吗？对不对？大钱，大钱，确实大钱。我借的时候确实没有想到他们不会还啊。然后呢？现在没还怎么办呢？是要我替你去还呀，哥？然后呢，还有一个是我跟他一起认识的一个网友，别人这开口就不是4、5千块钱了，他给我们借房租，借了7800块钱。那个朋友他也是他的朋友，我们也玩了很长一段时间，也有微信。过节的时候，经常就给他呀，给我们一起发那些红包呀、祝福什么的。那当时他收钱的时候，他收的也挺开心的。他现在有困难问我们借一下钱，那我为什么不能给他借呢？我都说了，他是网友，你怎么知道对面是什么样子的人？那现实中万一是个老赖呢？那你借这个钱就不要了吗？还有一点，他给我红包，我没给他发吗？我凭什么要借7800块钱给他呀？那别人现在有困难问你借的时候，那你要拉下来给人家说啊，我不给你借，还没还？还没还？还了，还是还了，半年还你1500，我再半年还你1000。别人最后是不是给你还了？都还完了吧？那还有没还的账呢？还把钱借给谁？这钱是他借给他姐开淘宝店的。主持人，这个事情是这样子，因为我姐之前她干过这个服装生意，然后她现在就是因为资金的问题，然后需要3万块钱，她现在需要帮助。那你借钱的时候怎么不跟我说呢？我如果给你说了，你是不会同意去借的。我为什么不同意借钱啊？我是什么尖酸刻薄的人啊？因为他姐姐之前开了一个店，开了一个服装店，但是倒闭了，又一直在赔钱，然后他这个货款也没有清，然后他又跑去跟他弟说他又要开网店，账呢你都没清，你又往外借一笔钱，那就是因为他增加他的负担吗？还增加你的负担呀？就是因为他现在这种情况，所以我不能跟你讲。我跟你讲，你肯定是不愿意给他借的。行，那我就问他什么时候把这个钱给还了，这个没有问题吧？
没问题，没问题。对，你看你姐说的是什么话？发语音我没听到吗？那天我发语音的时候，我自己拿她手机录了个屏，我今天还把那个屏给拿过来了。现在年轻人这么猛啊！看。我坐这儿我越讲越生气，真的，我就想不通了，就这点钱就一个劲儿在那说。那我现在都成这个样子了，浑身的账，那怎么弄？把我逼死啊！他就那么尖酸刻薄，就非得这会儿我给他还，他缺钱吗？一进你们家，你到处都是东西，又不光你一个人花钱，把那些东西全部加起来都能卖几十万了吧？反正你们就逼我吧，反正也不是说你逼我吧，你就让他逼我吧。看着他，我就觉得茶里茶气的。一开始你们俩结婚，我就觉得他就不配你。反正你俩现在就是，你虽然是我弟，反正你俩现在结婚了，你俩就是夫妻俩，现在就不管我死活呗。我现在反正豁出去了，把我逼的，反正我没有，我就是不还，我就不还，你能把我怎么地？你就问他能把我怎么地？你也听出来他是什么听出来？听不出来？气话呀！哦，我只是问他什么时候还钱。是。他就说我要把他给逼死。我做什么了？我借钱了，我还成了恶人了，是吧？你现在也知道他的情况，那你现在一直问他要，他也给不了你啊。啊，那我就不该要。行，这个姑娘，我一开始觉得你逻辑还挺清晰的。听到这儿，我发现你完全是一个情绪控。那比如说，来把那个图拿回来。我要生气的是下面那个，下面应该是老公回的吧？我当时也不知道他是这样啊，他现在天天因为这个事儿跟我吵，都快烦死了。我要在意的是这个。他跟我说过了呀。就是当一个家里面的人用这种方式去描述你的时候，你的先生是赞同，你应该更多的愤怒来自于对他，而不是对于他的家人。你把这个主次关系搞清楚，咱这事儿就过了。如果没有记错的话，说什么他给别人担保是怎么回事？那个情况是这样子的，是我哥想开一个那个烧烤店，把他的怎么样经营的模式啊，或者是怎么服务的这个流程全都给我讲了，然后我才去给他担保的。我觉得正常人来说，你能替别人担保吗？而且你哥说你要创业，那你创业了吗？那钱呀？他没有收入，那他老婆孩子全都指望他吃饭呢。等于说，没结婚之前你借了钱，结婚之后我还要陪你一起养孩子、养哥哥、养老婆，替你还这一堆债，是不是？这是婚前吗？一开始是婚前替别人担保，然后呢，但是结婚了呀，他哥才把这个钱用完之后还不上的，那不是应该就成了我们2个人的债务了？但是这个是他婚前1个人的事情，那现在变成我的事情了呀，所以我现在就觉得他一点金钱观念也没有，一点家庭责任感也没有。我没有金钱观念吗？他比我更没有金钱观念，他特别爱买衣服，你知道吗？就女生打扮自己不是很正常吗？难不成喜欢看我邋里邋遢的？女生爱买衣服我能理解，但是她看一次直播买50、60件衣服，1个月下来能买几百件衣服，主要是什么？主要是她的那些衣服买来她也不穿，吊牌都没有拆的放好几箱，还有一些衣服是穿不出去。我刚好出门的时候把这个衣服拿了一件，就是这样子的，大概就是这样子的衣服。主持人，你会允许你的老婆穿这种衣服出去吗？你这问题问得很奇怪，你得问说你媳妇儿会买这样的衣服吗？对，人是有审美的，你的审美是什么样，而他的审美是什么样的？挑媳妇儿我没有办法接受呀。而且就算你没法接受，你选人家干嘛呀？对，而且我说我这衣服怎么穿不出去了呀？而且他不说这个是衣服的话，我以为这个衣服是这样用的，啊，围嘴。我吃饭的时候是这么用的。我这个解释一下，因为我平常除了自己当老师之外，我还会去拍照，那我是需要一些上镜的衣服，这有问题吗？我没说有问题啊，但是你刚才说了说你老婆有审美什么的，我说了我有上镜需求，我说了我要拍照，我用舞台表演的演员是有这个，是，对呀。我觉得 OK 的。上镜也分怎么上镜。那不管上镜拍照呀。我们比较了解上镜需求的事儿。在 live house 开业，那我穿棉袄去。没问题。主持人，我把那个我家里面的那个他的衣服的那个视频我也拿来了，欣赏一下。对，这里是他每次出门房间里面就会变成这个样子，衣柜里面的衣服已经塞不下去了。这里是另外一个房间，给他放了一整面墙的衣服。还有这里是厨房，没有办法做饭了，全是他的衣服。他如果再买衣服的话，我现在只能放到卫生间里面去。我说一句哈，我这衣服是可以变现的。你呢？你买的那些 PS4、PS5落在旁边都放灰啦。我男生我又不抽烟又不喝酒，那我玩一玩游戏怎么了？不能玩游戏吗？那你还往游戏里充钱嘞？
那我朋友他们都充钱，那我不充钱，他们带我玩吗？狐朋狗友一堆，你为什么要跟别人玩来？那我不是现在不玩了吗？然后呢？那你为什么又要买 PS4买手柄呢？那我现在就玩单机游戏，那我肯定得买点设备啊。然后呢？没玩几次，放在那落灰了。那还不是因为当初主持人是这样子，当初我正在玩游戏，剧情里面可能有一个情侣的一个剧情，然后这个被他看到了，看到了之后就把我逮住，从早上骂到了晚上，现在搞得我现在游戏我都不想玩。那你为什么要玩带有情侣的这种角色的游戏呢？剧情里还有跟人家聊天啊、哄老婆的剧情啊。哥你不，你老婆在家跟男的，晚上正在聊呢，你回家一看到。我跟你说，主持人别生气，老婆就是在玩游戏。不是，这也是跟选择有关系的。就像我们也选择不到那样的老婆。我永远跟你讲选择权，你不要老是虚拟假设，我们讲选择，对吧？这样的你是不会选择的。那你不知道他拥有我是他的幸运。这个我肯定不知道了，幸不幸福他知道。而且他就花这些钱的时候，他也没有跟我商量过。刚才也说他借钱的时候压根都没跟我商量过，我不是他老婆。这不对。对，就是不对。你干啥事情都不跟我商量。是我不跟你商量吗？你有时间让我跟你商量吗？你抱着手机从早到晚一直在跟你的闺蜜聊天啊，甚至有时候还聊通宵。你怎么问？你想问的时候还不能问了，我还把你嘴堵住了。主持人，上次我开车的时候，突然想起来有件事情要跟他讲，然后我刚跟他讲了一句，他说闭嘴。不是，你不觉得打断一个人说话语音很烦吗？我正在说话，你啪把声音插回来，我都忘记我前面说的是什么了，你就不能等我把语音发完再过去吗？我问个问题行吗 ？OK。我的生活经历，因为我很少发语音啊，但是以我的这个生活阅历，我觉得，如果有一个人坐在我的副驾上面，他在发语音，我在专注着开车，我不知道他这个时候是发语音还是在干嘛，我随口说一句，也不是一个什么天大的事儿。不是，他打断我，他说他有事情要跟我商量，然后我正在给我闺蜜发语音。不是，你这个脑补的有点多。他都没说什么，你怎么知道他要跟你商量？他刚才说了，根本不管我要说什么，所以不重要，重要的是男生他说这个问题，实际是说，在现实生活里面，你有一点点漠视我。对，说的是事儿嘛，是漠视我嘛。每个人都得有自己的好朋友吧？有好朋友也不用一天24小时聊天吧？而且从认识你到现在，你一直都是这种状态。我为什么打游戏，也是因为你一直抱着手机。那我为什么跟我闺蜜聊天，那我还是觉得你提供不了我情绪价值呢？还有一件事情，主持人，我们蜜月旅行的时候，别的情侣蜜月旅行选的是云南大理、三亚这种地方，对不对？她选的地方呢，因为她闺蜜想要去拍雪景，然后她就要跟她闺蜜一起去零下40度的延吉。蜜月旅行那地方我们不说啊，确实是带着闺蜜去的吗？对，而且她带闺蜜就算了，我出去就像他们拎包的拍照的工具人。因为我跟我闺蜜认识10几年了，我们每一年都会相约出去旅游，然后一起出去玩什么东西的。这个不存在说我认识她之后我才是这样子，因为我们每一年都出去，然后可以拍拍照片啊什么东西的。不是，这到底是个蜜月还是闺蜜旅行？就是顺带，因为她在北京，我在武汉，每年都约好了异地结婚这件事儿是个挺大的事儿啊，对吧？我要跟我的老公去蜜月旅行了，对吧？我跟我的闺蜜每年都有闺蜜旅行，那为什么正好卡到时间一起了？那就为什么不能一起呢？我甚至觉得我不去都可以。那你还去？那没办法，那我的蜜月旅行，那我肯定要去的。那就没办法了。那他兄弟叫他的时候，他不是砰砰就去了呀？那他还在说我，而且他兄弟真的是他兄弟说什么就什么。他兄弟说要搞个游戏工作室，他说哎，我来给你贷款搞游戏工作室。那不是因为你天天在因为这个经济的问题一直在跟我吵，一直在我耳边说，那我不是为了赚钱吗？啊，你赚钱就要去贷款，你天天在那异想天开呢。我去创业，我肯定是需要资金的呀。那你不能脚踏实地的干，不能先找一份工作吗？而且你知道吗？咱俩现在还是租房子住耶。租房子住怎么了？这个房子住腻了，那你换一个环境，不好吗？主持人好吗？让你跟你老婆2个人，一会儿这里换个环境，那里换个环境，这里换个环境。你今年多大呀？我今年29岁。我倒是觉得没问题。没。40岁之前过这样的日子特别浪漫。这话都是一模一样的，你们俩简直是太契合了，不加个好友都说不过去，真的。是，我们肯定再加好友也不会去搅和你的蜜月的，这你放心好了。然后你们度蜜月的时候，我们一定是那得交上你啊，多契合的兄弟。新认识的朋友，忘年交。是，你还知道忘年交啊？
你知道忘年交你要对老同志稍微尊重一点啊。我不，你说的每一句话都是把我当成了一个19岁的小伙子呀，我可不是了。没事儿，这不重要。这个是我你说开心了就好。不是，有的时候我职业原因，你的职业是什么？英语老师。而且我当时有问他，你说40岁之前这样子挺浪漫 ，OK？ 那我退1万步来说，我很赞同。刚才有问他，我说那我以后生了小孩，我也跟着你左飘右飘吗？小孩连个学也没有上，不固定的。所以说他现在是对未来没有任何的规划，对这个钱也没有任何的观念，对工作也没有任何的想法。我打过呀。未来的事情你们怎么知道啊？那未来说不定那确实未来。你以前做什么工作的？我以前是开饭店的。现在呢？现在一直陪着他。那你钱从哪儿来呢？因为我做自媒体嘛，然后就有时候做一些推广什么的。哦。现在家里面的主要经济来源是你还是妻子啊？他比我多一些。哦，多少？多1半。行，那今天来的目的是啥？我说这么多，他不得改啊？重点要改哪些？借钱这个东西，以后你跟我商量一下，我说 OK 了。那你再去考虑你接下来的事情，你懂吗？借钱要商量啊。对，第二个，你这些外债，我不想在你家里面做任何的恶人，希望你自己去把这个债给我要回来。第三个，你的工作，我希望你不要漂浮在天上呀。什么叫眼高手低啊，异想天开啊？完全就是形容你的，脚踏实地，懂吗？听懂了吗？听懂了。能改吗？改不了。听懂了吗？听懂了，但是能改吗？两个人过日子，对不对？还在那讲条件呢。2个人过日子，我觉得你现在脾气也是越来越大了，颐指气使的，一直这样把我当小孩一样骂。那我有时候想跟你去沟通，你不敢呀，对不对？太可爱了。而且你也没时间让我跟你沟通。行了，不想听，别跟我在那讲条件。不是你，反正都这样了，你带他来我们这儿干嘛呀？那我就是让他改啊，那不得你们说吗？你们听吗？我说的话左耳听右耳冒，天天在他耳边说。哦，我们是不对，他每次好行。今天我们算是您请来的帮手是吧？哦，行，来各位帮手啊，该你们上场了，让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你们2个人都姓马。对。但是今天我感觉你们不像夫妻，更像彼此的差评师，一个是败家老公，一个败家老婆。你对外大手大脚，他对自己大手大脚，你们的日子还怎么过下去呢？帮助别人这当然是好事，但是需要有分寸感，量力而行。另外要看清楚是什么原因借钱，还有你有什么资格去担保？你是对家不管不顾了呀。我更多的感觉你是通过借别人钱，感觉自己被别人尊重，有一种满足感。当然您刚才差评你妻子的1个月网购这么多衣服，你有1000条理由万条理由，在很多老百姓眼里这就是败家老婆。你不要以你的工作大家都懂，我就不是需要他去付，我起码能负担得我自己的衣服，这个是 OK 的吧？我自己买衣服，自己拍照，自己拿衣服花钱。但是你们现在什么关系？夫妻啊。夫妻关系是不是你的工资也是他的共同财产？我想买100件就100件，你对这个家有责任吗？那我的工资在负担我的情况下，还有多余的替他去还这是你们的事情，你愿意还是你愿意，你不愿意还完全可以把他踢出婚姻的，这是你的权利，对，法律保障您。对，所以你们2个人的问题，并不是说大手大脚的问题，所以就是他的问题，而是你们2个人对婚姻的态度，对自己未来幸福的态度，都一样，都一样。我们说夫妻关系又称为亲密关系，你们2个人的夫妻关系毫无疑问是假性亲密关系，但是生活不是游戏，你们这样是过不下去的。就是我吧，干了一辈子心理学，我这时候插一句话，不是买东西这事儿。刚才于大哥说你们这婚姻可能走不下去那个瞬间，女方急了，女方立刻就在开始说我为婚姻做了什么。你有没有发现你老公淡定如水？因为他一直就是那个性格。是性格吗？对，真的就是我平常骂他，他就是。一说到离婚你急了，人家可是
心如止水哦。来，周老师。至少我作为一个旁观者，我觉得你完全不尊重你自己的选择。他的确做事情借钱没有原则，他好高骛远，但他是你选的呀，你结婚前就知道他是这个样子的。所以我说我所以来这里你现在在舞台上这么去骂他，你不觉得很丢你自己脸吗？因为这是你选的，就像你买了件漂亮衣服，你也不允许我们说它不漂亮一样。这个人也是你选的。婚姻是什么？婚姻不是爱情，爱情是我喜欢你，你怎么样都行。你这个人即使有那么多不好的没关系，我爱你就可以了。但婚姻有责任的，有经济的责任，有共同抚育未来双方父母养老的责任，还有可能你们有孩子以后有孩子责任，还有一个家里的亲戚朋友的责任，你们可能都有。婚姻有一大部分是社会责任，你没想过吗？如果你真的很爱他的话，如果他真的是一个不知道怎么去相处关系的人也好，你可以引导和教他。如果他真的是一个花钱无度，他不知道该怎么去给别人有钱的边际的人，你真的可以离婚。我不管其他的，我至少知道现在有一个点，如果你俩彼此都不互相尊重这段婚姻的话，不如早点离吧。因为你们不把婚姻当事情，你们把婚姻当儿戏。所以两位29岁、28岁，好好想想接下来你们要怎么把这段婚姻经营下去。但是想的一个前提是如何能够真正的尊重一下对方。我现在怀疑，有人不是嫁给爱情，有人是嫁给心。两问题啊，第一个，你姐有房子吗？没有。你哥有房子吗？我哥有。啊，你有房子吗？没有。你觉得谁困难？都挺困难。都挺困难的。有房子的不困难，还是你困难？我困难吧。啊，所以你是真的去帮助困难的人吗？那我当时是觉得他需要我帮助，对，而且，所以稍微理清一下，你就发现跟困不困难没关系，你的问题在于你认为他需要你，对吧？
你所有在帮助人的过程当中，都是因为你觉得他需要你，对吧？对。那为什么那么多人需要你的时候，你都会愿意去帮助人家？是因为你人好吗？也不是，因为当时说的时候，我觉得挺有道理的。对，因为他对你的需要触发了你内心的某种多巴胺，对吧？差不多。所以我们稍微挖一下，从第一性原理里面你就发现，你在所有这件事情上，不是因为他是个老好人，或者说他人特别好，而是因为别人对他的需求、对他的需要，会让他感觉到自己的存在价值。这是他在生活里面的第一逻辑。有的时候不要自我感动，你其实是丧失了自己生活原则的人。到最后，你看，你想让所有人都需要你，然后你觉得我在所有人的面前都是一个拯救者、帮助者，但到最后，为什么所有人都在欺负你呢？你生活的原则已经丧失了，这是你现在生活落到现在这个状况的一个本质嘛。为了一时的存在感的满足感，而丧失掉了生活里面真正的原则，然后你不断的逃避争斗，到最后你不会拒绝。所以要看到自己的一个人格缺陷和自己的能力的缺失。我说这个东西你可以认同吗？可以啊。好，姑娘，承认自己有错很难吗？有一点。那你觉得在这个舞台上，你对着主持人上来就指着他鼻子这么说，是对还是错呢？不对。其实你的问题是什么？你的问题啊，你很缺爱，你对于情感关系是有依赖感的，你在人际关系上面是有强烈的紊乱的，然后你在情感关系上是有非常非常非常强烈的依赖，所以你是不可能离婚的。你对他的依赖感是很强很强的，他要有一天离开你就崩溃了。你们两个人事实上本质上来说，就是全部都在人际关系上有强大的缺陷。所以反映到生活会变成这么一个状态，你在舞台上喋喋不休，你在那边好像是我情绪很稳定，不是的。所以在我看来，你们两个人组合正确的，因为你们互补了，所以你们两个人其实最应该做什么？你们两个人应该成为战友，你们应该去制定一个共同的目标。打比方说，刚才雷老师说的特别好，6年内如果要生孩子的话，那我们要买房子，我们要生孩子，那我要存多少钱呢？比如说我在6年之内，我们两个人每年存10万块钱，我要存60万，有了这60万，我们可以生孩子了，说不定小房子可以买一个了。好，那么如果我们每年要存10万块钱，那是不是我的衣服就得少买？不用他来告诉你，你自己想。那对于你来说，是不是有些钱我必须要回来？如果要不回来，那我孩子以后没有房子住，也不需要他告诉你，你自己去想。这个时候你们两个人需要去改自己在人际关系模式里面的一些缺陷，你们人格缺陷。比如说你要去学会对抗那些曾经对你有需求的人，那些所谓的假的满足感。所以对于你们两个人来说，我觉得最简单的一个方式就是从此以后我们不要相互指责，我们去做战友。你看着我的问题，我看着你的问题，然后我们去制定一个计划和方向，然后再好好的走下去。就这样。好，谢谢陆琪老师。有观众朋友需要让陆琪老师帮助指点迷津的，可以关注陆琪老师的微信公众号，注明“我们是爱宝的老粉”，陆琪老师会给一份新手礼的。我注意到了，这个婚啊，即使是个深渊，这姑娘不会爬出来。当你们在肯定的说这段婚姻要怎么样的时候，这姑娘的下意识动作，眼泪，点头，这是她下意识的。但凡你们要说，这个婚姻是向一个不好的方向走的时候，它就像刺猬一样就弹出来了。所以你要考虑为什么你对你的婚姻有这种心理状态，自己去考虑一下。姑娘，刚才你一掉眼泪，你老公立马过去给你递纸巾，那瞬间你幸福吗？你现在身上在我看来缺乏的是什么？你最缺的其实是自信。我相信你先生的生活经历和生活阅历，你先生在某个层面是可以引领你的。
没别的了，哎，一起进入192就要爱真情60秒。认识你这么久了，这段时间我确实也是对我很好，也很照顾我。就是我也是说了，希望你能改。就是你的钱甚至是可以替你还，但是你以后不要再这样做主。但凡什么事的时候，考虑一下我，考虑一下家庭，这样子我们俩才能过得长久呀。不是说只一味的帮你。我也是想要我们之间沟通多一些，不希望你天天看着手机，这样我们也没有办法沟通。我们2个人在一起，我肯定发生的这些事情，也是我不想的。然后，希望我们2个就多一些沟通。谢谢2位，请回吧。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，我们栏目的唯一官方报名热线是0223606301，有情感困惑的观众可以来电报名，不收取任何的费用，小心被骗。来吧，看看他们自己作何选择。来，我们一起见证这对年轻夫妻的浪漫时刻，请见证。就是希望你以后在做什么事情的时候都能考虑到我。他也希望你以后不要当小孩一样凶我。那你能干嘛？你还爱不爱我？肯定爱你。哎，点亮灯。谢谢2位啊，请回。祝你们幸福啊！谁听见刚才他们俩说悄悄话了？那个满场说我又能挣钱，我长得又漂亮的人，最后问你还爱不爱我？这对，就刚才特别想说的，就是在一段亲密关系当中，有一个人发出了说你还爱不爱我这种特别不确定的提问的时候，这关系就是已经出现了严重的问题嘛，感受得到了嘛。来，我们了解下一对嘉宾的基本情况，各位请看。我们办婚礼到现在已经6年多了。由于当初我俩呢也是闪婚，婚后啊，我才发现我老公是一个特别不靠谱的人，每天就知道做一切不实际的梦。我承认，这些年我确实做了很多错事，可是我也不想了。他打我骂我，我都认了。我为了这个家在不停的奋斗，可是他倒好，就知道败家。这样的日子我和他真的是过够了。我知道我老婆为了这个家这些年真的很不容易，我只希望她能够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一定会好好弥补她。有请这对嘉宾，有请。男嘉宾于先生34岁，来自吉林个体；女嘉宾樊女士33岁，来自吉林个体。有请2位，有请。主持人，各位老师好。又来一败家的是吧？对，主持人。谁败？对，主持人，我不败家，谁败家？他败家是吧？对，我老公特别败家。啊，咋败家呀？说说吧。我和他呢，2017年在网上认识的，6、7个月就已经闪婚了。他结完婚，本性就开始已经暴露了。刚开始认识的时候，这小伙瞅着挺稳当的，有工作。但是呢，我俩办完证之后，他可倒好，天天打游戏，结果给这工作也打没了。就靠我自己来维持这个家的，你说生不生气？生气。这个打游戏吧，它不光是打游戏，因为我做这个培训师嘛，当时那个店也培训到尾声了，就是裁员这块也裁到我，因为我这个培训费也挺高的，所以说我这个打游戏，我是想着做一个第2职业，做一个副业。
因为我朋友打游戏，专门是做这个游戏主播，收入也挺可观的。你看别人干嘛呀？把工作也打没了。我跟他我都老生气了，一天都上老火了。别老上火。他说打游戏不是他想作为一个职业吗？他后来去做了吗？他没有做，把我们家有一个房子的钱30多万都打没了，结果这事儿他也没干成。打什么游戏要打30多万啊？他说今儿买皮肤，明儿买这买那的，我这想不明白，你买貂了还是买啥了？能买出去30多万？其实当时我玩这个游戏吧，也是为了挣钱去的，因为你装备不行，也没人看你。开始投入是挺少的，后来这眼瞅要这个直播投流了嘛，我就投了一段时间，所以说一下就花了30多万。完了后期啊，哎，这号还封了，完我这窟窿不违规怎么会封号啊？啊，也是有违规的地方了。主持人，你说他气人不气人？这当然气人了。我也挺生气，我当时把我们家作的也周了，照片我也都扔出去了。我把他手机也砸了，我给他2个大嘴巴，我也说你别回来，咱也别过来。我上我妈家住去了。哎，他倒好来找我妈，又求我妈，又这个那个的。后来找我丈母娘，完了跟我丈母娘说了，完我大姨子这块也帮我说话，完了我俩才好的。这会儿他也原谅我了，这不原谅了，不就没事了吗？不是说原谅的事儿，那不是发现我怀孕了，我寻思我要有了孩子，我俩能稍微的好一点。人哪有不犯错的，我也能理解，那谁都想挣钱，但不是说异想天开的。完之后因为我怀孕了，我觉得第一次犯错我能理解，给他一次机会吧。完我就生了我闺女，我闺女现在已经3岁半了，但是她还是死性不改呀。你说我这为了还他，还有一点点这个贷款和这个他欠别人的钱，我黑天白天上班，我是做个体的，我做美容行业的，我确实我也是挺不容易，不容易，因为要付出很多的辛苦。我记得怀孩子5个月大的时候，我自己上天津，我开车，高速上他前面有撞车的时候，我那个车急刹车了，当时也给我自己就是这个肚子，因为不是特别大嘛，碰了一下，当时我也挺害怕的，车上的所有东西都推到了前面，还好是没有出事儿。这包括我都快要生孩子了，我白天还在工作，我晚上去生的孩子。我出了月子28天，我第29天的时候我就已经上班了。我为了这个家，我辛辛苦苦的。我怀孕这个期间，他还是不上班，他还是这样。结果他干上什么了？不玩游戏了，他改了，他干啥了？干榜一大哥了，刷快手、刷抖音，给人刷礼物，一下刷出去70多万呢。不是你什么情况啊？因为这个当时我现在就是接触这个自媒体了，我当时觉得干个网红带货不也挺好吗？咱这也能听说会说道的。完我就是网上认识的这些主播朋友啥，他们都几百万粉丝，说那啥你前期认识我们得给我们刷点礼物，占个榜啥的，完了涨粉快。当时也是，哎呀，我没寻刷那么多，就是开始这一个膨胀的心理吧，开始能站住榜。后来他这个粉丝量上来了10多万人，这样捧我一上来说，哎呀，哥来了，我夸，当时这也是上脑了，这一下膨胀心上来，我就歘，我就一个点，这几个月下来一下就把这个透支卡呀，把这个朋友借的这几10万也都刷里去了。当时我也没想到，完了。哎呀，刷完之后我都拍大腿，我这老上火了。我寻思我当时我也想过不好的想法，完我寻思孩子这么小，家里还有老人啥的，我说我还是告诉我媳妇儿吧，我也没路了。当时，主持人，我跟你说，这是还不上了，他回来才跟我说的。短短的5、6个月时间，他就刷出去70多万。我要不查他手机，我根本都不知道。我今天都把证据带来了，我让大家看看，看到了吗？3月、4月、5月，你看看你刷出这是多少钱？我当时我都没想到能刷出去70多万，30多万我刚给你还完这些尾款，你说你要整出这些啥家庭啊？你自己不挣钱，你父母也没有钱，你就靠我还整个孩子。奶粉钱你不出，尿不湿钱不出，你啥钱不出都靠我。你为什么要听别人的呢？你自己有手艺有本事，为什么不能脚踏实地的像我一样去挣钱？他现在在干嘛？他现在我又通过我朋友给他找了一份工作。做啥？也是做养生培训这一块。咋样？收敛没有？你说他收敛了吧？他不玩这个了，干别的了。他现在又开始买彩票，买了好几年。你把你的彩票拿出来，让主持人的各位老师看看。我这还中5块钱呢。你花多少钱买的？你天天买，你有那钱干点什么不好啊？不是，对你花了多少钱中了5块？
这个是花了8块钱，那不是还差3块钱呢？不是这个，我之前我也中过大的，我做梦，我梦一个号，完了我买下还中3000块钱呢。主持人，你看到了吗？他总是异想天开，总想靠着不劳而获去挣钱。我咋想的？我寻思这个，因为他现在也挺累的，上班啥的，为家庭也付出不少。我寻思买个彩票，万一我一下中了之后，我能给他减轻点负担的。完我本身咱也犯错了，犯2个大错误，也不是小错误。我这块我也为家庭，我寻思你好好干活不就行了吗？哎呦，真是我。你都说他好好干活，后来在前年的时候，他父母到我这边了，父母没有工作。完了也没有房子，到我这边我觉得跟我住有点不太方便，我又首付给他买了一个房子，让他就是给父母能还一点贷款嘛。我寻思你不往家交，我也不指你了。这可倒好，这大哥，你猜他怎么呢？贷款还不上，还要我还，首付我拿的钱，贷款你还让我拿钱，你怎么总让我拿钱呢？家里开销不用你，你说你这也不是钱呢？我拿钱那也我拿钱，不是。你说这2年这个也不景气，我挣的工资都是有数的，我也没乱花钱。你有啥数啊？你有数？我是每次就是我花的，我看我的主持人我都不敢跟你，我就每次我花1块2块，花小东西，我钱我都记账，给他看吧，他还不相信。生活中点点滴滴，像咱们柴米油盐酱醋茶，你不过日子不知道这些贵呀。你有账本吧？有账本，这些账本我都带过来了。看账本，看账本。哎呦，主任你看到了吗？10块、20、30他都记，你看早餐16，电池他都记。你看早餐26，你看买菜16他都记，哪有啥大钱的地儿啊？买个花露水，买个面皮10块钱他都记。别看这个小，这加起来1个月也大几千。你说我1个月开这工资开1万块钱，完了我这还贷款1半。那你怎么花你也花不上那个啥呀？1个月5000块钱零花，你说你还不够吗？家里的人情礼往开销都是我，你说大钱哪有你花的？完了你还总让我来填补你。我跟你啊，我这3观呢，我现在真是达不到。主持人他太那什么了。行吧，他对家里人应该还都挺好，对不对？主持人，你要不提这个吧，我都不想说。你一提这个，我更生气。我怎么老往人嘴里喂呢？你说？对我妈，那是因为我俩吵架了，我不跟她过来，她去也能给我妈买最多200，不带多买的。对我婆婆，我婆婆有病了，腿走不了道，她也不领去看，我领着去看腿去，领找医生，我给花钱，我给接，我还给送饭，她从来都不问。她在亲情上这方面，好像就跟她没事人一样。她觉得，哎，好像我不用管，那不是她亲妈。过年过节，她妈的金耳环、金项链、金手链、金戒指，全都是我买的，她一个都没有买过。我都觉得她好像有点没良心。不是这块我说一句，因为啥？你看一个男的工作早出晚归的。他的工作还挺闲着，所以他有时间，他管，那不也很正常吗？那我这块真的起早贪黑的上班，完了我也没啥时间，就是顾家里这件事儿。咱俩有一个人去不也挺好吗？但是我能不想吗？很多事儿我都想，但是咱们能力有限的，我现在挣不来那些呀。主持人，你也能听得出来，我在这个家里，我工作一直是很忙，包括你看我生完孩子，我都是一直在外面这么工作，有的时候我甚至我30多个小时我睡不了这个觉，我要上外地上太原，我从凌晨2点开车到那儿一直工作，工作完了我5点多开车再返回我们当地老家，我35、6个小时我不睡觉，我不比他忙吗？我要管老人，我要管孩子，你挣不了多少钱，你这点事儿你还有借口。就有一次他出去跟人玩了，他姥去世了他都不去参加，我那么去说他都不去参加。事儿听明白了。离了吧，我觉得我也不能跟他过了。主持人，你不能这么说呀。确实这日子过得比较别扭嘛。他是属于特别有意思，先极端的挥霍，然后他对他身边的人是没有感激的。所以我就问你，你就他哪儿吸引你就让你这么坚持啊？我就觉得我要离婚了，孩子也挺可怜的。他爸他妈，你说也没有工作，也没有什么的。我俩真离婚了，他妈他爸咋办呢？和孩子？孩子你带着呀。我是能带着，但是你说老人，我俩一离婚了，他什么都没有，父母上哪儿去住去？我可能就是一味的软弱，心疼老人和孩子，完觉得这个家要是真是离婚了，孩子我觉得挺可怜的，就是可能他抓住我这弱点了吧，他一味的这样的。那你今天来的目的是啥呀？他总说能改，但是确实是不犯之前的错误了，但是他又出现新毛病了。
就永远没长大嘛，是吧？我也在一直陪着他慢慢的长大。哎，这比妈还妈。哎，行了，你们听听老师们怎么说吧。让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女人最大的悲哀是遇上了一个没有上进心的丈夫，但很显然，作为妻子，你很享受这样的悲哀。您看，一个男人打游戏能够把工作打没了，在那个时候是很适合散伙，你为什么不散伙？走进婚姻，哪一个丈夫敢刷榜一大哥刷70多万？虽然你有钱，但是这不是钱的问题。您看他每天寄希望于什么？空想。对呀，一个人的付出是维系不了婚姻的。你够强势了吗？但是改变得了他吗？您现在是不是力不从心，感觉您一切的改变都失败了？对。其实您也要反思自己。是。他这样的状况，恕我直言是被您纵容出来的。对。如果真的您想拯救这段婚姻，今天就和他离婚，看他表现。如果说离婚以后，让他成为一种倒逼，自己振作起来了，努力了，负责任了，可以复婚。如果1、2年还不行，赶快再去找一个真爱。会对孩子好的，他的父母，他会去负责任的。你觉得他很傻？我觉得他不是傻，他一点都不傻。我就说一个小细节，我自己也在网上去刷过，给别人要送礼物，因为有朋友直播的时候要刷一下，刷礼物的时候是要充值的。我一充值，他要问你充10块、充20、充100、充多少。大额的至少是几百以上上千，我一充值，因为那是钱啊，所以我一充一想，哎呀，这么多钱啊，我那我少刷点呗。难怪我直播你都没给我刷过礼物，好贵啊！我告诉你，我给他们2个刷过，我不超过50块钱。对啊，我就充个10块，就是在我看来啊，10块钱刷个礼物，我想的是，那我还不如请朋友吃个饭，那可能更实惠一点，那是朋友。所以我心里也很难受，因为70万和30万总共100万啊！你每次充值进去，你难道没点数吗？你说，哎呀，我不知道啊，一句话好轻飘飘就把这个东西遮掩了。你充钱的时候你没个数吗？那充1万、充10万，你不知道吗？你不要跟我说你不知道。你在充值那一刻，你心里一点家人都没有，你想的全是我怎么能开心，我怎么能够变得更多，我怎么能够更爽。所以你心里完全没有别人，一个心里没有别人的人，一个这么自私的人，我真的想问你跟他在一起干嘛？所以这个婚姻还要不要？我觉得你说了算吧，因为你来定。但是这个男人能改吗？说实话，从今天上节目到现在，我没有看过丝毫他能改的迹象。如果你真的觉得我今天想当一个严母的话，该分就分，该离就离，该不给他任何经济的后盾支援就不给他支援。你如果做不到，最后受苦就只能是你还有孩子。就是一直不慌，满脸的顺从。为什么你不慌？因为你知道离不了。你知道我只要满脸的顺从、痛苦，乖乖的，离不了。你们这些劝人离婚的人特别没劲，为什么呢？不要剥夺别人生活的快感，人家要的是什么快感？要的是我用特别幽怨的状态跟所有人说我多不容易，我多努力，我的生活虽然苦，但是看我去太原谈生意，我去天津谈生意，我自己去，我是多么的强大。这个时候我需要一个反衬的道具，这个道具最好只挣扎不还手，他的挣扎让我有快感，他的还手就不安全啊。于是他只挣扎不还手，这个道具最好离不开我，最好好乖，最好被我捏着小把柄。他刷成了榜一大哥，刷出70多万，
这是个，你放心别慌，你的存在是你妻子在生活当中奋发向上的阳光和快感来源，你别慌。他点头了。我讲明白了吗？我讲明白，您也不用假装一定要离开他。有些人来我们这儿是真的痛定思痛想离婚，有些人来我们这儿是所有逻辑判断我真的该离，但我又不想离，我去爱情保卫战给我不离，在我自己心里找一台阶儿。雷老师，我也是奔着您来的，您千万别，就是给我您千万别判断。我这人实话，我不给您判断，有快感自不离，而且您也不用特别不好意思。您跟樊女士结婚了，您的生活是好多我见过好多成年男性的生活，一生给自己的家庭提供的贡献一个细胞。除了这个细胞之外，只给家添乱，不给家帮忙。但是，自己的老婆看着自己的孩子，就得给自己一口饭吃。就是您还很乖呀，我还见过吃着这口饭还跟老婆动手的，我都见过。所以不寒碜，好多人的生活状态就是这样的。我只是告诉您，您不慌，其实也不用我说，您自己就不慌，对吧？您一点都不慌。没了我，你哪儿找那么好的反衬去？趁着你能干，趁着你孝顺，然后能衬托出你对我妈比我对我妈都好，然后你跟每一个人都忍不住说的时候好冤，每个人都给你足够的同情和认可，不就是因为有我这道具吗？要不然，该有10分快感，你只能得7分，不是吗？所以。离不离您看着办，您来到这儿也不一定是为了离婚，所有存在的自有合理性，这是我自己的，所以你别劝人离。是，多不好意思。我们傻。在这个问题上，那雷老师真是一盏明灯啊，啪亮了。来，陆琪老师，日子都是自己的选择嘛，对吧？对。哎，你存下钱了吗？存下了。存得多吗？还可以。还可以啊，这个钱他拿得到吗？现在？他拿不到，因为他也不挣钱，他也不给我钱。是，我觉得你现在应该跟他离，你跟他离就可以分他存下的钱了，一半是你的。我不会那么做。不，你琢磨一下，你现在跟他离是你最高收益，因为你跟他一辈子，你这辈子可能也拿不到他现在存下钱的一半的钱了，你琢磨一下啊，这是个好点子。我不会的，陆琪老师。姑娘，你知道一个人为什么这一辈子过得不好吗？3个毛病，第一个叫懒惰，第二个叫软弱。姑娘，你能存下多少钱，那不是你的本事，是时代给你的。你今天是能挣钱，明天你要不能挣钱了，你觉得这个男人还会跟着你吗？你觉得这个男人还能照顾你吗？他今天怎么对孩子的，他今天怎么对妈的，他明天就怎么对你，甚至可能还不如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当时没有妈对我那么好。所以，如果有一天你不能挣钱了，你倒下了，请问，这个男人会怎么对你？孩子跟他在一起，像他学他，他是怎么对妈的，未来孩子就怎么对你。孩子不跟他在一起，他像你，他学你，你是怎么对别人，你是怎么奋斗的，孩子就是怎么样。你说你孩子应该像他呢，还是像你呢？像我一样。那你为什么要把孩子留在他身边？离不离婚是你的事儿，未来的生活也是你的事儿，自己想，就这样。有很多观众朋友说，陆琪老师解决问题很有一套啊，他们想找陆琪老师有没有特别简便的方式？陆琪老师给回答一下。可以来加我的微信公众号。哦，微信公众号上搜我的名字就可以了。微信公众号搜索陆琪。哎，对啊。而且爱宝的粉丝过来，我还给送一个礼包吧。让我们一起进入192就要爱真情60秒。老公，我还是希望你能得到改变。过了这么多年，我也现在认识到我对你的这种爱和惯纵是一种错误的。一个男人应该承担起一片天、一个家和一份责任。
我不能再这样的去惯纵你、纵容你了。老婆，对不起，这些年我做了很多的错事，我为这个家，为你、为孩子，真的没做出太多大的贡献。但是我今天向你保证，你再给我最后一次机会，我一定会改，把以前的我全部抛去，以后站在你面前的是一个新的老公，是一个积极向上，是一个真正的男人。我希望你能再给我最后爱你一次的机会，我真的不想失去你。谢谢两位，请回。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，欢迎登录优酷视频、腾讯视频收看节目的完整内容。来，于老师，如果妻子真心是为了丈夫好，真的应该先选择离婚，男出女不出。他们会出来，但是也许他们的生活以后会真的要走下坡了，一定会都出来的。花无百日红，人无再少年。我一直想说，离婚得趁早，越拖越糟糕。该离的时候还是得离，是吧？来，我们看看这对夫妻作何选择。好吧，一起来见证属于他们的浪漫时刻，请见证。对不起，老婆。好了，改变自己，我以后不可能像以前那样对待你。为了咱闺女，咱们一起努力，为了这个家，好好对待老人，对待我，对待孩子。行了。日子还得继续过。哎呦，请亮灯吧。一定要发自内心的去改变自己，男人就得顶起一片天，不能总让女人在前面冲。知道了，老婆。那么多的钱和事情。行，谢谢两位，回家训子吧。谢谢，请回。谢谢各位老师。请回，谢谢主持人。谢谢。我都没办法开口真实的说出来，说祝你们幸福。虽然我知道他们这个状态，可能身处其中的人内心有一部分东西是满足的，但是我知道，其实对于家里面那个小姑娘来说，并不幸福。因为这样的一个生活状态，他所见到的是畸形。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，广电5G192全新号段，全新体验，让爱相连。同时也谢谢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收看和陪伴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，谢谢大家。